如果说钢铁侠能够代表整个漫威，那么我觉得蜘蛛侠就能代表整个超级英雄，因为他不仅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电影人物之一，而且还是辨识度最高的角色。这个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或许大家有一点不知道，其实从1977年开始，蜘蛛侠就在许多不同的漫画和动画系列以及电影中出现过。所以今天我就来谈谈这个角色在影视中的演变，并讨论所有关于蜘蛛侠的电影。大多数漫威迷都或许会认为托比·马奎尔是第一代电影版的蜘蛛侠，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1977年，尼古拉斯·哈蒙德有幸成为第一个失败的们。这部剧播出后引起一致好评，甚至吸引了1600多万观众。但是考虑到把漫画改编成电视剧的成本太高，所以只有13集，而且该剧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梅姨在每一集都由不同的女演员扮演。此外，粉丝们也因剧情与漫画故事线差距很大产生了失望，并且剧中还没有可辨认的超级反派，不愧是第一个失败的们。在1978年，哥伦比亚影业又发行了另外2部电影，名叫《蜘蛛侠反击战》和《蜘蛛侠与龙的挑战》。这2部电影上映后，粉丝发现其中并没有令人兴奋的情节和出色的视觉效果，最终爆料出，原来1978年的2部电影就是1977年蜘蛛侠重新剪辑后的版本。观众得知后纷纷不买账，大家都认为自己被韭菜割了。这次事件后，漫画改编的电影也开始渐渐不再受到重视。在同年，日本东映向漫威漫画借用了蜘蛛侠这个人物，而且还签约了3年使用权，因此来自地狱的使者400大妈诞生。誰だお前は？地獄からの使者スパイダーマン。在拍完41集后，蜘蛛侠在日本的人气大火，但在米国依旧是温水煮青蛙的状态。时间就这样一晃过了将近20年。在20世纪末期，由于蜘蛛侠漫画的影响力仍然存在，所以许多导演都想试图再次重启拍摄这个翻车后的超级英雄。就连詹姆斯·卡梅隆也写出剧本想分一杯羹。如果当时真的让卡梅隆接手的话，我觉得小李子会在大荧幕上扮演彼得·帕克，而不是在泰坦尼克号扮演杰克。因为重启蜘蛛侠电影的想法发生在拍摄泰坦尼克号之前。虽然最后卡梅隆没有机会拍关于蜘蛛侠的电影，但山姆·雷米导演和编剧却使用了他剧本中的几个情节元素。从这一点来看，不得不佩服卡梅隆的思维想法。当索尼开始与托比·马奎尔合作著名的3部曲时，观众们都很喜欢这个新版蜘蛛侠，而且马奎尔还让所有人都感到惊叹。这不仅仅是靠他令人瞠目的演技，还包括他无与伦比的魅力。第1部蜘蛛侠于2002年上映，电影中的精彩故事和魅力十足的反派，以及优秀的服装取悦了我们。由于所有这些，这部电影在首周末突破了1亿美元，也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超级英雄电影之一。雷米3部曲的第2部提高了许多成本，从而向我们展示了许多令人兴奋的动作场面。这部电影非常完美，因为它有更好的视觉效果和有趣的情节，当然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反派。同时，影片也展示了超级英雄在努力过正常生活和应对蜘蛛侠职责时所面临的困难。在2007年，我们终于看到了托比蜘蛛侠的第3部电影。尽管这部电影没有前作那么成功，但它仍然为我们提供了标志性的时刻和表情包，以及恶霸马奎尔。另外，大家可能不知道，实际上山姆·雷米导演和索尼影业原本计划在2011年发行第4部电影，然而在2010年1月，由于编剧退出该项目，所以导致工作被停止。当索尼影业决定放弃山姆·雷米的第4部电影计划时，该公司立即开启了该系列的重启工作。这无疑是一个冒险的举动，但尽管如此，超凡蜘蛛侠1还是受到了许多影迷和影评人的喜爱。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先进的 CG 特效和激动人心的音乐，以及加菲和艾玛斯通这种优秀的演员。当然，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也是不可忽视的。总而言之，这部电影的导演马克·韦布成功地创造了一种黑暗但又同时吸引人的氛围。与上一个版本不同的是，加菲的蛛网放在了发射器中，而且他的服装设计也发生了改变。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款风格，因此在2014年上映的第2部电影中，超凡蜘蛛侠服装就被重新设计了。Nice outfit. Thanks. We have a caller on the line named Max. He says he knows Spider-Man. 第2部电影给我们展示了很多反派和格温的死亡。此外，索尼影业计划围绕超凡蜘蛛侠打造一个完整的宇宙。该公司还打算继续拍摄关于邪恶6人组和毒液的电影。不幸的是，第2部收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它的低票房使得索尼推迟了所有计划中的续集和衍生作品。好消息是，现在有很多传言说我们可能会在未来看到超凡蜘蛛侠3。不仅如此，近期加菲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自己已经准备好参与这个项目。所以未来不久，索尼和漫威很有可能再次合作，发行一部结束超凡蜘蛛侠故事的电影。时间来到2016年，当漫威和索尼宣布蜘蛛侠将在美队3内战中成为漫威电影宇宙中的一部分时，所有漫威的粉丝都激动不已。海选之后，荷兰弟得到了饰演彼得·帕克的机会。索尼和漫威这次做了正确的决定，因为当蜘蛛侠出现于内战的第2支预告片中时，这一幕在网上引起了大规模的轰动。荷兰弟蜘蛛侠套装是由钢铁侠提供，其
其中不仅包含了各种蛛丝，还配备了机械透视眼镜，从而让蜘蛛无需摘下面具就能表达自己的情绪。随后，荷兰弟还出现在了《无限战争》和《终局之战》系列电影中。此外，他还有3部独立电影，一路下来向我们展示了荷兰弟版蜘蛛侠的成长。他从一个年轻有趣的少年，到一个面对危险敌人的复杂问题和悲惨的损失，这种种原因都更使得荷兰弟蜘蛛侠走向成熟。荧幕前的你会如何看待这几代蜘蛛侠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看法。感谢观看，咱们下期见。